嘿，大家好，我是悟空。那今天的视频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小米电视棒。那其实小米电视棒在之前呢就已经推出了，只不过当时出的是 1080P 的版本。那考虑到这个 1080P 呢，可能不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准，所以呢，我就一直等着它出 4K 的版本。那这次呢，果不其然，它果然推出了这个 4K 的版本。那这次的小米电视棒 4K 呢，很显然对标的就是我手边的这两台，一个呢是亚马逊的 Fire TV。另外呢，就是谷歌 TV， 这三个电视棒呢，可以说都是非常出名的啊。虽然它们的配置都不是很高，但是它们的方向很明确，就是主打在线的流媒体。而且这三个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强的溢价的能力。那这次呢，它小米的电视棒呢，升级的这个 SoC 呢是京晨的 S905 系列里面的 Y4。那 Y4 呢是支持 AV1 编码的。那听到这个 AV1 编码，大家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我说的这个 AV1 编码呢，是指这个在线流媒体，比如说油管的 4K 视频，那它是支持这个 AV1 编码的。但是本地的 AV1 编码视频，它同样是解码的非常的糟糕，所以本地你就不要再想了。在线部分到底能给你带来什么优势呢？那我能想到的可能就是给你省了点流量。那其他方面呢？这次小米的这个电视棒跟这两个电视棒一样，都是 4K HDR 双杜比全都点亮。而且自适应 HDR 和自适应杜比世界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这一点呢，我不得不说要比这个 Apple TV 要快很多。所有的安卓电视棒，但凡是支持自适应的，都比这 Apple TV 快很多倍。这可能也是唯一跟这个 Apple TV 竞争的地方，或者说这可能是唯一 Apple TV 的一个小小的短板。其他方面 Apple TV 都是非常完美的。搞到今天视频呢，可能会有点长，所以呢，在片头就不废话了，马上开箱体验一下。那在这之前呢，其实我也开箱过很多的电视棒，比如说谷歌的亲儿子 Google TV， 还有亚马逊的亲儿子 Fire TV。那这些电视棒呢，基本上它的定位呢都是在线的流媒体，包括奈飞、亚马逊视频、YouTube。然后在它的背面可以看到，它是支持谷歌的语音助理以及谷歌的投屏的，这个是很显然的，因为它是安卓原生 TV 系统。好，首先呢是遥控器。还是这个熟悉的味道，跟之前的所有小米遥控器的模组都完全一样。最上面呢是电源键，谷歌的语音助理，上下的这个导航键，摸起来就是那种亲肤材质吧。这边是返回键，还有两个快捷键，一个是奈飞，一个是亚马逊视频。最下面呢是音量的加和减，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小米的 logo， 后面呢是两个7号电池的电池仓。怎么说呢？这个遥控器的外观呢，并没有做任何的升级。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再看看其他的配件。好，那这个就是小米的电视棒的本体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本体呢，可能比渲染图上要稍微大一些。我们跟 Fire TV 做一个对比。好，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呢就是 Fire TV Stick 4K Max， 然后右手边呢就是最新推出的小米 Stick 4K， 它的大小呢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可以说是严丝合缝。同样是 Micro USB 的接口，跟 Fire TV 简直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可以猜想，应该它的这个拓展物跟 Fire TV 也是一样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背面呢写的一些规格是5伏1安的，所以它应该是非常省电的那种，直接可以挂在电视机背板的那种供电方式。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还赠送了一个 HDMI 的延长线，而且我觉得这根线要比火棒的要强了很多，因为它这个线比较长，放在这个电视机背板就非常方便。那这个是 Micro USB 线，好，那这个就是它的电源了。因为我这次买的是一个鹰规的插头，所以它这个插头是这个样子的。但没有关系啊，因为这种插头是非常常见的。好，那剩下呢就是一个橘色的说明书。好，那全部开箱之后呢，就是总共这些内容了，所以它是非常简单的。那手持着一个电视棒，再拿一根数据线，基本上就可以说走就走了。好，那接下来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吧。好，那这边呢通电开机之后呢，它会有一个进入配对的界面。我们这边呢按一下 Home 键和左侧的按键，然后正在连接，现在已经连接成功了。下面这个操作呢就跟安卓原生 TV 是一样的。那我们目前的这个方式呢，就是直接用这个电视机背板的 USB 做这个供电，目前是没有任何异常的。因为这个电视棒呢是海外版的，所以说你必须家里面有一个科学上网的环境。好，那目前已经是连接成功了。那如果这一步你连接不成功的话，就检查一下你的软路由的配置有没有进行自定义域名劫持，这个我之前已经讲过。那这边呢，我们登录自己的谷歌账号 ，OK， 这样就初始化完毕了，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
当然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控制你的电视机。我一般呢都是选择确定。如果你的电视机不支持 CEC 的话，那这个过程呢可以跳过。OK， 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安卓原生 TV 的界面哈。那其实安卓11的这个界面呢，跟之前的安卓 9.0 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可能最大差别还是在设置等一些细微的选项吧。我们在右侧的设置里面就可以看到，目前是已经登录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设备偏好设置里面就有它具体的版本。目前呢是安卓11的版本，因为它是一个电视棒嘛，所以很显然储存空间是比较敏感的。我们这边呢点击这个储存空间，总共预留了可用内存 4.5GB。好，那这个是比这个谷歌 TV 预留的稍微多一些的。屏幕的这个缩放功能它是保留的。那有一些电视机可能显示不全，或者是显示过小，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调试。当然，我这个电视机是正好合适的。在它这个首页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功能叫 Patch Wall。那这个功能呢，我不知道到底是具体做什么的，它可能是一个类似于瀑布流的一个软件，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去掉，因为这个遥控器上也有一个按键是对应的它这个应用的。然后我一般用不上，所以这边呢我就先把它隐藏掉。好，那这里面这个就是它常规的一些应用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内置的应用是非常少的，你可以自由的去安装第三方的应用。我们这边呢，可以把谷歌商店给它置到首页里面。刚一进来这个界面呢，实际上你可以看出它的颜色呢还是有些许的变化的，因为它目前默认已经开启了杜比世界。我们打开这个信号源的管理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目前是杜比世界在进行显示的，但是目前我还没有播放影片，所以呢应该把它关闭，找到设备偏好设置、显示和声音，勾选这个匹配内容。因为这个功能非常重要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HDR 自适应。好，我们把它开启之后呢，这个色彩就正常了。当我们播放影片的时候，它自动就会点亮杜比世界。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我正在播放一个杜比世界的片源，它最下面会显示杜比世界，对吧？当我们停止播放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点击返回键，大家就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杜比世界的标志立刻就不出现了。也就是说，目前显示的模式就是最普通的 SDR 模式。我们把这种行为叫做 HDR 自适应，而这个速度在苹果 Apple TV 上，它大概有1秒左右的时间，是一个有点黑屏的状态。那这一点呢，安卓就占了上风。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功能啊，有很多的不是很正规的电视棒都没有这个功能。顺便看一下这个屏幕的分辨率。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是 4K 60赫兹显示的。这边呢，我想插播一句，对于一些老旧的电视机，尤其是一些饱受争议的 4K 电视机，小米电视棒呢这次表现出比较友好的、兼容度非常高的一个特点。而我这台电视机接绝大多数的电视棒都只能显示 4K 30赫兹，小米这个电视棒却奇迹般的点亮了 4K 60赫兹，真的是有点惊喜的。当你的这个电视机只能显示 4K 30赫兹的时候，那么奈飞只能给你推送 1080P 的片源，而这边如果显示 4K 60赫兹的话，奈飞就可以成功的点亮 4K 的标志，给你推送 4K 的片源。不过呢，它还是没有骗过迪士尼的这个火眼金睛，在迪士尼这个流媒体里面依然是 HD 的画质，也就是 1080P 的画质。但是呢，我已经非常知足了。好，那这样的一个电视盒子，当你拿到手，可能第一件事就是安装应用。那你除了在谷歌商店去下载和安装应用之外，你还可以通过第三方应用市场去下载 Downloader。这个软件非常的有用，我建议大家每个人都下载一下，因为这个软件呢，它可以用代码的方式去浏览一个网页。我们在这个地方输入96142，然后点击回车。好，那之后呢，它就会跳转到一个网页，我们点击这个紫色的下载按钮，它就把这个客户端下载下来了。它是一个 APK，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安装了。但是第一次安装它会有这么一个提示，我们点击设置，我们在这边把这个未知源打开。OK， 这样就可以了。之后呢，我们再重新进入这个软件，左侧有一个文件，然后直接去安装就可以了。点击安装。所以任何人呢都可以利用这种办法去下载这个第三方的应用商店。有了这个第三方的应用商店，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安装我们想要的应用了。我们这边有一个远程推送的功能，就可以把你本地的 APK 推送到你这个电视盒子里面。第二种方法呢，就是通过分享码的方式。关于跑分这方面呢，肯定会有人好奇。那我们这边就跑了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这个呢就是小米电视棒的跑分，这个呢是谷歌电视棒的跑分。这个呢是 Fire TV 的电视棒的跑分，
可以看到总体的成绩还是略低于其他2个电视棒的。但是呢，电视棒毕竟是电视棒，最重要的是体验。相比而言，可能网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在无线方面，我这边测得的数据是下行的268兆。那这个数据呢，虽然不是很高，但也算是合格的，可能没有什么惊喜。那有的小伙伴可能就会关心说它能不能接有线。那大家看到了，小米电视棒是有 micro USB 的接口的，那么我们可以接一个拓展物，再接一个网卡。那这次呢，我接的是螃蟹的8153芯片的 USB 网卡，测得最终的一个速度呢，大概是342兆，也就是相较于无线的话，它提升了大概70兆左右的水平。虽然提升并不是很大，但是呢，贵在稳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几乎是一条直线，非常的稳定。当然了，你千万不要买错网卡。这里面我提供的这个网卡芯片类型呢是8153，千万不要买那个 AS88179，因为那款芯片呢并不适合安卓系统。接上之后呢会变成100多兆，相当于下降了网速，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好，那在片头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小米的电视棒呢是支持在线流媒体的 AV 编码格式的视频的。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油管做一个简单的测试。考虑到很多的这个 AV 编码呢都是属于 8K 视频，所以这边呢，我们随便找个 8K 视频吧。大家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解码器，上面写着 AV1 编码，所以说目前就是正在以 AV1 编码的格式在进行播放。那油管的这个推送机制非常有意思哈，它会根据你设备的能力给你推送不同的编码。假如说你的设备是支持 AV1 编码的，那这边就会显示一个 AV1 编码。如果说你的设备不支持 AV1 编码，那么它就会给你推送一个 BP9 格式的一个视频。所以说，其实对于大家来讲影响并不是很大，只不过 AV1 编码的视频呢，通常来讲都比较小一些，会节省你的流量。其他方面，大家可以看到色彩映射呢依然是 BT2020 的。好了。那 4K 60帧的一些视频呢，对于这个电视棒来讲是完全胜任的。好，在奈飞方面，毫无疑问，那之前我已经说过，它是一个双杜比的电视棒，所以如果你打开奈飞的时候，遇到这个奈飞的双杜比的片源，那这边就会显示杜比世界以及杜比全景声的标志。当然，在播放起来才是真正的杜比世界的一个效果。好，那我们这边打开这个索尼电视机特有的这个信号源的管理界面。就可以看到，目前呢是正在以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的形式在播放。如果你要想看这个码率的话，你可以使用我的遥控助手，或者是使用键盘按下 F4，就可以看到相应的这个码率。目前呢，这个码率呢是 2160P， 也就是 4K 的。4K 的这个片源呢，每1个小时播放起来大概耗费你8GB 左右的流量。这个需要大家注意哈，就是虽然说你看 4K 看起来挺爽的，但是这个流量也需要注意一下。那如果说你的网速如果特别稳定了，那这边就会显示 15.25 兆。那基本上所有的片源最高也就是15兆或者是18兆左右。如果你家里面的电视机是那种 OLED 的屏幕，并且亮度又非常高的话，就能够体现出杜比世界的好处。好，那我们刚才说过了油管奈飞之后呢，下一个比较流行的流媒体呢就是迪士尼。那迪士尼这个流媒体呢也是需要授权的，并不是所有电视盒子都可以直接使用迪士尼。那事实上有很多小伙伴呢自己安装了一个迪士尼的 APK 到自己的这个电视盒子里面，但是有些电视盒子之所以没有，它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没有授权。那你如果能够看到这个界面，那这就是 TV 版的这个迪士尼。如果你强行的把这个 APK 安装到没有授权的电视盒子上面，就这个界面都是不一样的。它会自己就变成了一个手机版本，这一点是做的非常的绝，它比这个奈飞还要绝，它直接就让你无法使用 TV 版。当然这只是一个课外知识，不重要。那我们就随便找一个影片试一下。迪士尼呢确实也有很多杜比世界的影片，但是双杜比的影片却不是特别多。那这个青春变形记呢，实际上是一个双杜比的，但是我发现接上之后呢，它这边是不显示杜比全景声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是 4K 杜比世界的，但是这个杜比全景声我不太清楚为什么它没有出现，所以这个真的是有点迷哈。播放起来大家看一下，那播放起来确实也是杜比世界，色彩映射呢是 BT2020 的。如果看动画片都是杜比世界的，那真的是太爽的一件事了。然后当然了，这个跟片源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说你播放冰川时代，那这个片源呢最高就是支持 HDR10，它是没有这个杜比世界的。那这边呢就会显示 HDR10。其实我觉得动画片呢，尤其是迪士尼的动画片呢，重点还是在情节上吧，还有它动画的一些特效，反而是这些亮度呢不是特别重要。
那杜比全景声没有出现，我也不太清楚是为什么，回头我们再慢慢研究。那这个小米电视棒如果用 Kodi 去播放一些码率比较高的视频，能不能播放呢？比如第一个吧。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高码率的一个 4K 视频，它的码率呢大概是40兆左右。那40兆码率的一个视频呢，播放起来是没有什么卡顿的。那可能有一类视频大家比较关注，就是圆盘，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 1080P 的圆盘，我们看看它能不能正确解析。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解码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当然，这个圆盘呢是 ISO 格式的，这个是完全取决于你的这个圆盘的大小的。如果这圆盘比较大的话，它解码的速度也会慢一些。换句话说，其实它不是一个解码的过程，而是先解包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就跟文件的大小有直接的关系了。那比如说这个大黄蜂这个影片呢就比较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如果是大的圆盘呢，它播放起来就比较慢，而且这边呢可以显示蓝光圆盘，我一般都不会选这个圆盘的选项。好，那大家可以看到也是可以正确的解码出来的，而且这个速度也是非常快的。而且这种圆盘呢，其实它本身体积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它有2个过程，一个是解包的过程，一个是解码的过程。那解包跟解码如果都没有问题就 OK 了。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缓冲。那这个过程，如果说你接有线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好，大家可以看到，快进的过程中还是会些许的出现一些进度条的，但是总体的播放起来是没啥问题的。那除了 Kodi 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软件是 Ambi。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这个群晖或者微联通 NAS 自己搭建了一个 Ambi 服务器的话，你也可以用 Ambi 去播放本地的影片。那这边呢，我们找到一个片源，就是这个足球教练。这个片源呢，有这个杜比全景声的。那么正好这个软件呢也支持本地视频的一个杜比全景声，我们来试一下。好，那播放之后呢，这个影片正好也是 HDR 的，这下面会显示 HDR， 然后在回音壁或者是你的这个功放的设备上，它会显示这个杜比全景声的标志。当然了，这个依赖于你设备的好坏。那我这个设备不是什么好的设备，如果你家里边有这种组合音箱，可能比这个杜比全景声这个效果还要好。OK， 那除了杜比全景声这种片源呢，其实更多的是 DTS 和 True HD 这种音效的片源。这种片源呢，我也试过，都是可以正确的解码的。我这边呢条件受限，我就只能是在这个回音壁上给大家简单测一下。那 DTS 和 True HD 的，在这个回音壁上也是可以正确的解析的，并且呢，声音也是正常的。好，那下面这个环节呢，我想碎碎念一下这个遥控器。这次的小米的遥控器呢，跟上次是完全一样的，没有太多的这个新的元素设计。那唯一的区别就是之前的这个遥控器呢，最左侧这个按钮呢是全部应用，而这次换成了瀑布流。那实际上整体布局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而且长度呢，好像比之前还长了一点点，所以我对遥控器呢，并不是特别满意。那相较于其他2个巨头而言，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的。比方说左侧的这个谷歌 TV，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按钮非常的大，如此小的一个体积之下，可以做到这么大的一个按钮，所以它是完全可以盲操的。便捷性就大大提升，并且呢，它的手感真的是非常的好。那 Fire TV 的这个手感虽然不如谷歌 TV 那么好，但是这个 Fire TV 的这个执行效率是这3个电视棒里效率最高的。因为 Fire TV 这个遥控器的这些按键，包括播放器的这些按钮，它都是多功能的，并不是单一的。比方说这个快退键其实就是删除键，快进键实际上就是空格键，暂停键就是确定键，而且是一步直达的那种。当我们输入一段文字之后，通常的做法是1下、2下、3下、4下、5下、6下，可能第7下才会点到确定按钮，而 Fire TV 就一步直达。再来说一下这个菜单键，它是可以给键盘的大小写字母做切换的，并且这个按钮还有一个运行的功能。当你安装了一个新的应用之后，我们可以直接点这个菜单键去运行这个新的应用，所以它的执行效率是大大的提升。并且如果你的遥控器横过来，实际上就是一些小游戏的手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亚马逊在这个软硬件结合方面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的，至少它在很多年前就开始布局这件事儿，而且做得相当的用心。所以呢，我非常希望小米呢在这个设计上再做出一些努力，希望早日赶超大厂。
好，那这个环节呢，我想谈一谈关于电视棒的拓展物。大家都知道，电视棒呢最大的优点就是便携性，而最大的缺点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扩展性。那因此拓展物呢就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那很多人说这个谷歌 TV 呢是 USB Type-C 的接口，看起来是比较先进的，而小米的电视棒或者是 Fire TV 的电视棒都是采用 Micro USB 的接口，看起来似乎是比较落后的。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而言，淘宝5块钱的拓展物难道不香吗？那相对于动辄就是要60几块钱的 USB Type-C 的拓展物，尤其是这种带供电的 USB Type-C 的拓展物，基本上没有低于60块钱的。所以从成本的这个角度来讲，那我更倾向于电视棒使用 Micro USB 的接口。USB-C 呢，它只是一种接口的形态，因为经过的实测呢，谷歌 TV 的这个 USB-C 呢，实际上它也是2.0协议的，所以说它就更加没有必要使用 USB-C 了。假如说将来有一天谷歌 TV 的这个 USB-C 变成了3.0，那么我觉得对于消费者就是有切实的意义的，因为 USB 3.0可以拓展真正的千兆。当然，拓展物只是你个人的一个选择。那有的人可能用了一辈子的这个电视棒都不会去接这个拓展物，因为它失去了便携性。那也有的人花100多块钱去买这个拓展物，用 U 盘扩展容量。所以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可能那个时候他折腾的这个乐趣已经大于他本身的花的金钱了。今天这个视频呢，说实话看到这里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因为今天视频有点长，然后录到这里呢嗓子都快哑了。我这个素材库呢估计已经400多 G 了吧，就是录了好多的 SD 卡。我就是希望大家看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深度的、比较全面的一个体验。那么我个人觉得这次的小米电视棒呢，绝对是可以跟国际一线大厂，比如说谷歌 TV 或者是这个 Fire TV 做一些对标的。但是在细节方面，小米这个电视棒呢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的。比如在系统的完善程度来讲，肯定还是谷歌 TV 的这个系统设置更加的齐全，更加的全面。再比如说在一些细节的把控上，尤其是像这个 Fire TV， 它的一些遥控器的一些设计非常的用心。我们也希望就是未来有一天，这个小米的这个祖传的遥控器能够做一个全新的改版。那毕竟这个遥控器跟其他2个遥控器放在一起，它多多少少就有一种略微的廉价感。那在视频标准方面呢，这3个电视棒呢都是 4K 双杜比的电视棒，可以说拉不开什么距离，没有什么谁差或者谁更好，几乎都是差不多的。那唯一的一点小小的区别就是它们3个的无线能力还是有一点些许的区别的。那目前我测试出来这个小米的这个无线速率呢，能够测到268兆。那相较于同样都是 WiFi 5的这个谷歌电视棒，谷歌 TV 呢大概是330兆左右。那至于这个中间的这个 Fire TV 呢，它是 WiFi 6的，本身就稍微先进一点，但是也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大概是400兆左右的一个水平。那么如果大家比较顾虑无线这个方面的速率呢，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因为都是可以满足一般的流媒体的在线的需求的。可能这3个电视棒唯一值得吐槽的地方就是它的存储量。这3个电视棒呢都是8GB 的存储，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时代，8GB 的存储还是略微显得有点小了。那么16GB 或者32GB 可能更加适合。好，那最后总结一下这个小米这款电视棒 4K 呢，那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双杜比的电视棒，那至少是可以跟一线的品牌做一个竞争和对标的，只是在细节方面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但是有一说一，小米呢应该算是国产品牌出海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了。那毕竟其他品牌并没有在这个电视盒子这么小众的一个领域发力，那我个人还是非常鼓励的。当然，我也希望以后更多的国产品牌呢能够走出一个出海的计划，能让咱们这个国产的品牌能够扬眉吐气。毕竟全球的这些电视盒子代工呢，可能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代工的，在如此大的一个代工厂的国家呢，没有一个自己的品牌出海呢，确实是不像话的。OK， 那今天视频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对这个视频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不错的话，欢迎点赞和转发。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